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演员之路上最大的谎言被拆穿了。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是你不行，是别人对你说你不行。双引号，赵丽颖并非科班出身，好像一出道就比科班出身的演员矮了半截。她一路跑龙套，一路成长、历练、实现逆袭。她可以说是一路上在否定的声音中披荆斩棘成长起来的收视女王。很多人说她中专学历，草根出身。她上综艺节目喝水被黑，被导演骂你的嘴撅得跟猪嘴似的。双引号，有人说你这长相圆脸不大气，演不了女主角。双引号，但这些困难并没能阻止她前行的脚步。赵丽颖说，如果有机会让我碰上了，我一定会拼命抓住。双引号，就是这样的被否定，她仍然努力突破重重阻碍，突出重围，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女主角《陆贞传奇》，那个历史上唯一的女宰相。因出演该剧中陆贞的精彩表现，她被评为了2014年金鹰女神最具人气女演员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一路开挂。2015年主演的《花千骨》创下周播剧收视冠军。2017年优秀的赵丽颖，出彩的赵丽颖，励志的赵丽颖，第一次站在星空演讲的舞台上公开演讲，诉说着她的传奇故事。她没有讲她的辛酸血泪史，而是以我小小的英雄主义为演讲主题，娓娓道来。她说，爸爸是河北廊坊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但我的爸爸一直都有英雄梦，他一直喜欢文艺。双引号，他借用《摔跤吧，爸爸》这个电影里女儿的角色，表达了他愿意为了爸爸的梦想做一个小小的英雄，做一个艺人，去实现爸爸的梦想。他认为英雄是有使命感的，是有担当和责任的品质。他想做一个这样的人，去影响社会，去承担王冠的重量。他觉得这是他应该学习和反思的可贵之处。他说，我演了11年的戏，前7年我一直在演配角。双引号，这7年时间，不断的有人说他的形象不大气，有局限，演不了主角，只能演丫鬟、女儿、孙女、妹妹。但世界上最大的谎言被拆穿了，事实证明他可以。机会来了，因为他准备好了，所以他抓住了。他说，当我看到《陆贞传奇》里的陆贞，就像看到了我自己，足以让我热血沸腾。双引号，剧里的陆贞，没有人看好她，就像没有人看好她自己一样。赵丽颖，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剧里的陆贞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，证明了自己，成就了非凡的自己。她说，我当时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陆贞这个角色里，我可以完全感同身受的把这个角色演出来。双引号，我相信也是这份坚持打动了观众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我。双引号，就是因为他的出现，让很多圆脸的女孩子有了勇气去争取主角，也让圆脸女孩子有了争取主角的机会。他说，这部剧让我非常的开心，证明了圆脸也是可以演好女主角的。双引号，她走到了这个阶段，从配角跨越到了主角，实现了第一个阶段，新的困难又来了。她不太会说话，有人说，不太会说话的人在娱乐圈里是混不下去的。双引号，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在职场中的一段经历。我那时候很弱小，根本就不能张嘴说，只能用行动代替说。我用事实证明了行动的力量，我终于得到了老板的赏识，打脸了职场中的其他妖魔鬼怪。赵丽颖说，不会说话没关系，我就少说一点，我可以多做。双引号，她用行动的力量去战胜了一切，用她的作品说话。这些年来，她从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，一年有大概300天以上的时间是在剧组度过的。有人就问，丽颖，你那么辛苦，你不累吗？双引号，
他也看到身边的同行们，有的人出去旅游、出去玩、去享受生活，他很羡慕。赵丽颖回答说，后来想一想，我工作了那么久，可能是因为我正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所以我不觉得累，也不觉得辛苦。双引号，我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我想实现自我的价值，我想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，我想让自己过得更好。双引号，我想在这个时代留下我的印记，我想以一己之力改变这个行业不为人知的某些规律。双引号，虽然我只是一名演员，但我希望通过角色表达一些新的观点，为大家指引一个正确的方向。双引号，他想让大家对偶像剧不再抱有偏见，这就是他小小的英雄主义。花千骨这部剧让他成功入围了白玉兰奖，并获得了金鹰奖的提名。他说，这让我觉得很骄傲，也很欣慰，因为这个舞台比以往更多的是大家口中的演技派和正剧演员。双引号，他在剧中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，去表达信仰的力量和梦想的价值，和这世界上最珍贵的情感。他说，我主演的《楚乔传》表达了一些独立女性的思想，我觉得自己也到了这个阶段。双引号，他不希望大家看到的电视剧里永远拘泥于小情小爱，为了男人抖来抖去，永远依附于男人。他希望女人能拥有更丰富的思想，积极的去追求自己的信仰。女人和男人一样可以有英雄梦。他说，《楚乔传》的拍摄是我自虐式的沉淀。双引号，剧中的楚乔虽然身份卑微，但却是一个拥有独立思想跟大格局的女性。他说，看了剧本之后，我深深地爱上了楚乔，我爱上了她的抗争，她的信仰和旁人不曾读懂的理想与抱负。双引号，他觉得楚乔是他有一段时间的自己，一个人战斗，处于崩溃状态。他体会到了楚乔真的太辛苦了。楚乔传里有一句台词，当初我以为我能改变一切，后来发现我什么都改变不了，我太自大了。双引号，这句话何尝不是我们很多人某一个崩溃的阶段？这何尝不是说的我自己作者本人？我有一个阶段处于崩溃的边缘，真的是有心无力，无能为力，身心俱疲。身为普通人，某一时刻的崩溃，那种挣扎比死都还难受，那个时候觉得死比活着更容易。这句台词让多少人产生了共鸣，又是多少人某个时刻的哀伤呢？我自己也真的哭了。但就是这样的崩溃，我们还是继续走了下去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坚持自我，不断努力，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亮。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，坚持自己的路。没有人理解跟看好，很累，很苦，很怕。但就是这样的拧巴，我们依然穿越荆棘一路前行。这样我们活着才有意义，做有意义的事情虽败犹荣。赵丽颖说，如果成功的反义词是失败，但是失败的原因是不够坚持，不够努力，不够热爱。双引号，我很庆幸，我足够热爱，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而因为我喜欢，从而有所收获。双引号，而现在，大家对成功女演员有了新的标准和要求。双引号，成功的女演员不再是你演了多少好角色，有多高的收视率，还有你代言了多少国际化广告，上了多少杂志封面，机场街拍有多么的时髦。双引号，他说，虽然以上这些不是我进入演员这个行业的初心，但我想试着去进步，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，我想让自己做到最好。双引号，我们即便没有那么完美，我们也要做更好的自己。陆贞是他的奋斗时光，而现在，楚乔是他对未来的憧憬。他说，我想用我的一腔热血，去坚持理想，守护信仰，去改变更多未知的未来。双引号，他想给喜欢他的观众们带来一种正能量，这也是他小小的英雄主义。一个生活在云南平苦偏远山镇的小女孩伊凡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
被多次下发死亡通知书。他要帮父母摆摊做生意，供给3个兄长的学费，照顾患病的叔叔婶婶。有人问，为什么伊凡在生活那么艰难的情况下，依然可以坚强地面对生活？双引号。伊凡说，他喜欢花千骨，小骨在面对各种危机和磨难中，依然不失对爱的向往和坚持。双引号。听了伊凡的故事，赵丽颖说，我很骄傲，这个角色能给那些生命中的陌生人带去一些微光，这让我对演员这个角色有了新的认识。双引号。我正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，坚持自己的英雄主义。双引号。她就是这样的赵丽颖，顽强的陆贞，独立的楚乔，隐忍又聪明的盛明兰，敢闯敢拼的何幸福。从一路被否定到逆袭，实现了自己的英雄梦。她是一个实力加演技派女演员，她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励志女演员，她成为了女性心目中的励志标杆，她给了没有高学历的人努力追求梦想的信心。从她的故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是你不行，而你却偏偏用实际行动戳穿这个谎言。我逆袭归来，站在高岗上证明我可以，我做到了。这些谭松韵的羊毛卷轴照片中充满了懒惰，它有6个网格。此后，本书的主人公将被提及姓名和面孔。音乐家经常穿的衣服最终成为本季最流行的衣服。毕竟，除了有权势和影响力之外，他们应该是英俊和有魅力的。由于每个人的雕刻和许多著名艺术家的雕刻相结合，有一种明显的神秘气氛。不同的，谭松韵虽然已经30岁，但依旧保持着一副少女天真的气质，是圈内冻龄女神。她的演技也很扎实。出道以来，她出演了多部成功的电视剧。她低调，但总是吸引最多的人群，拥有最多的资源。她最近在自己的账户上分享了一张9宫格的惊人照片，这些是她一些粗心的冬天和秋天的照片。她可爱的羊毛卷特别吸水，这增加了她的整体吸引力，而且她改变了她之前的纯粹形式来拍摄，偶尔在头发上撒几朵小花，真的很适合秋冬的气氛。她手上抓着一把小雏菊，动作灵动。谭松韵的人品和脸型都非常适合这个造型。她丰盈的头发和圆润的大脸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娃娃的特征。因为谭松韵的头发比较硬，所以烫出来的卷发不会太凌乱，给人一种很蓬松的感觉。毛衣已经取代牛仔裤成为当今最具标志性的服装。灰色的毛衣染上了奢华，平时穿这种颜色的人会显得比较成熟稳重，但在谭松韵身上，这个颜色倒是多了几分灵动。这可能看起来像懒惰，但这种风格通过她的情感深度、甜美、俏皮和智力吸引力，揭示了女孩的活力。这与她以前的直发形象大相径庭，并为她的个性和自信创造了奇迹，并将她的吸引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。她不需要太多的配饰，只需要一朵粉红色的玫瑰来搭配她的黄色长裙和卷起的长发。在这里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谭松韵。即使是同一位女士穿着2件衣服，看起来她正在炫耀2种完全不同的外观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羊毛卷的适应性很强。羊毛卷在过去2年中受到广泛关注。对于某些潮流引领者来说，发型在造型上的更大延展性是一个卖点。许多创意类型也尝试过它。尹涛女士的羊毛卷造型最近惊艳了大众，她向我们展示了第一批香港影星的魅力。谭松韵与她截然相反，优越的立意。当我们欣赏艺术家的作品时，正是因为他的某些品质吸引了我们。谭松韵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不难理解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她也是一个坚强而勤奋的人。她一直致力于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她的声乐和舞蹈能力非常发达，她的表演对于她这个年龄的艺术家来说是非常出色的。很明显，她现在将成为时尚界的主要参与者。
我不知道有多少未开发的能力等待他被发现。他不仅长着一张童颜女神，还散发出一种让人忘记真实年龄的少女气质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善良、机智灵动，魅力十足。我预测这张照片及发布后模仿者会激增。灰色休闲毛衣和基本款蓝色牛仔布与羊毛卷相得益彰，未来这可能成为各地女性旅行者的常态。谭松韵这次的造型让人印象深刻，希望她继续尝试多样化的造型。冯绍峰和赵丽颖可能复合的消息被香港媒体报道。在横店拍摄电影时，两位演员私下会面。10月17日，有传言说冯绍峰和赵丽颖在香港再婚，两人在横店拍戏时经常会面。港媒猜测，冯绍峰和赵丽颖10月17日再次结婚，两人在横店拍戏时幕后见面是家常便饭。冯绍峰和赵丽颖在片场合作时产生了感情。2018年喜结连理后，两人正式宣布结婚，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分享了结婚证复印件。2019年的这一次，冯绍峰分享了赵丽颖期待的喜讯。尽管结婚7年，冯绍峰和赵丽颖的结合最终还是失败了。和平分居并计划共同抚养儿子，这对夫妇于2021年分别公开宣布，没有提及这对夫妇决定分手的原因。这对夫妇宣布离婚已经整整1年了。据报道，香港媒体认为两人和解的可能性很大。两人有秘密会面，偶尔一家3口聚在一起。冯绍峰、景甜主演的新剧《灼热的爱情》目前正在横店拍摄，赵丽颖主演的《性风行》也正在横店拍摄。他们聚集在同一个地方。有传言称两人经常私下会面，据信两人有再婚的可能性，因为经常看到他们带着儿子在一起。冯绍峰和赵丽颖的儿子最近被媒体拍到，不过据说他们的助手已经带他们去公园玩了。冯绍峰和赵丽颖不在，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不带孩子们一起去，但互联网用户正在猜测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在拍摄。网上有很多传言，冯绍峰和赵丽颖没有出现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分心，如果真的带了，其他孩子就没有人玩了。对于孩子们玩耍的原因，没有其他解释。新的正午阳光电视剧还有一个公告表。从宣传形式来看，演员冯绍峰和赵丽颖离婚后将一同出席活动。正午阳光已经公开否认了这一说法，称冯绍峰和赵丽颖不会在下一部剧中一起出现。这两件事的发展很可能与冯绍峰和赵丽颖有再婚可能的报道有关。赵丽颖的支持者们为了纪念她35岁的生日，昨天在几个城市的大广场上花了很多钱，尽管有传言说她和冯绍峰会复合结婚。为了纪念她的生日，至少花费了1832万元，每天播放120次支持电影。路透社在赵丽颖生日那天拍摄了一组她在现场工作的照片。赵丽颖穿着猩红色的衣服和被战争毁坏的化妆品，她美丽而勇敢。在新剧制作过程中，有网友将冯绍峰和景甜的路透照换成了赵丽颖最近的路透照。看来网友们心里还是很难将两者分开的。是的，如果两人真的打算再婚，我想网上很多人都会很高兴地祝福他们。